再将这次换来的宝材炼制成阵基，增肥一小部分小琼峰山体复合大阵之后，每天的12个时辰再次被李长寿安排得满满当当的。3个时辰悟道，2个时辰完善减脂成人神通，1个时辰阅读古籍增加见闻，其余的6个时辰投身丹房，一门心思炼丹。这批丹药都是拿出去外销的，所以呢，也不必太担心引起门内的注意。这种感觉像极了他最初接触炼丹时，搞了一堆方程式，废寝忘食打坐都抱着小药炉时的情形。炉前不觉时，日升又日落。李长寿专心炼丹修行时，也并未察觉岁月流过。修行其实就是这般，流淌过自己身周的岁月似乎变得很慢很慢，不必如同凡人一般为3餐住宿急躁忙碌，也不必担心寿元只有匆匆百年。偶尔专注炼丹，心神疲倦了，就去山中走走看看，逗逗师妹，照看一下湖中的灵鱼，山中的灵兽，田中的草药。他对这般生活其实无比的满意，把月份过成了日子，把恬淡揉散在心底，把稳健刻入骨髓间。洪荒只有南赡部洲有明显的4季划分，除却北距泸州之外，大多数地方都是4季如春。李长寿处理完这批丹药，已经是花了他3年多的时间。指道人更为完善，改良了此前3、4个明显的缺陷，比如指道人的容貌终于可以随心变化了。而且李长寿经过加厚指人增加禁制的笨法子，将指道人能够发挥出的实力也提升到了真仙境初阶，这样自己的财产安全系数也就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李长寿准备等师傅出关，再跟师傅商量一下，让师傅走出护山大阵溜达半圈，他用指道人去临海镇第2趟。这次外出，指道人将会表露出元仙境后期这个不容易被打劫的修为境界。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注意事项。坐在摇椅上整理了一阵思路，李长寿拿出一支玉牌，在其中写下这一次需要换到的各种宝材。这批丹药只要能够顺利出手，不仅复合大阵核心阵基可以升级，丹房外围的困迷连环阵也能得到一波强化。小师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关，还挺想他的。李长寿看了眼自己给99师叔准备的宝囊，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味道不错的丹药，以及小师叔喜欢的酒水。地下的阵基可以自己动手埋藏，而表层的大阵还是要借小师叔之手更加稳妥。列完了清单，李长寿起身伸了个懒腰。稍后去看望一下万凌云长老吧，然后就做外出的准备。这充实、劳累而悠闲的修仙岁月，若是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倒也不错。哼，这些得了天地大运、悠闲修行、每日谈经论道的人族炼气士。金鳌岛宝池中，一条青龙在池水中缓缓游动，修长的龙目中带着少许无奈。此时他已经不是那10几岁的龙族幼龙了，但是有些阴影总是在心间盘踞着，从未消散过。渐渐的，敖乙得了一种看到人形老道心神就有些不稳的心急。他知道自己已经有了魔障，可是却无法克服这些，身体也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他始终不愿意去面对。不远处便是几名截教的金仙在为此地尚未成长生的众多仙人讲解长生大道。敖乙很想过去听听，
但是那儿那个老道确实是太多了一些，尤其还有几个喜欢冷着脸，总不免能勾起他少许惨痛的回忆。通过这些年对岛上人族炼器士的观察，敖乙发现了许多问题，也有了更多的疑惑。莫非误会了人族？我当初遇到的那群冷面老道是人族中的异类？不会！别看这些人族炼器士每日和和气气，乐乐呵呵，与妖灵精等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喊着截教是一家，有教无类化，实际上肯定一个个心脏得很。表面上大多数人族炼器士都喊自己为师弟道友，暗地里也就都把我堂堂东海龙宫二太子当成了观赏龙。是如今的天地主角就很了不起吗？这些年金鳌岛上有几个蛟龙精，偶尔也会与敖乙交谈一二，这让敖乙聊以慰藉。修行方面，那位乌云大仙在梦中传下了一些仙法，凭空扔来2件灵宝之后，也就没有再多管他了。这个师傅对他并不怎么上心，但是敖乙的心底并没有怨念，因为自己上次偷逃了一次，这就是要承受的代价。敖乙凭借着不断的催发龙王血脉，修为境界已经稳稳地抵达了元仙境，得了更多的龙族神通。龙族渡成仙劫并不难，直接化成本体冲入到劫云中，刚好借雷劫完成一次退灵换灵。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圣人讲道？敖乙心中悠悠一叹。截教分为内外2门，内门弟子其实数量不多，专修通天教主传下的道。圣人的内门弟子以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龟灵圣母这4大弟子为尊，还有少量他们4位的徒子徒孙。圣人的外门弟子就有些无法统计了，着实太多了些。外门4大弟子为赵公明、云霄、碧霄、琼霄。4人在拜师通天教主时就已经有了自身之道，所以被归为外门弟子。那些在3000世界中开枝散叶的，进阶是通天教主外门弟子所传道成。通天教主与4大内门弟子常年居于碧游宫中。碧游宫是圣人道成，在飘飘渺渺之处，据说只有大罗金仙才能寻到。在金鳌岛上就有前往碧游宫的路径，只是谁都不知道那路径在何处。反正敖乙偷偷地把金鳌岛翻了个遍，也没找到那条圣人小径。这就是梅园。如今道门3教之中，截教因为一句有教无类，道成越来越多，万仙来朝已非是自吹自擂。对于人教，敖乙此时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个大教本身就一位圣人，一位圣人亲传弟子，但却是阐截2教都不敢惹的。那几家中神州的人教道成也是常年无事，无人敢动。太清老子居6圣之首，被誉为道祖之下最强圣人。我当年若是坚持一些，拼死去拜人教道成，说不定也能为龙族挽回一些气运，找到一个出路。至于渡仙门，渡仙门确实属于人教道成，也确实有圣人道成，但本身实力并不算强，门内也无洪荒成名的高手坐镇。听了一阵那几位金仙所讲经文，敖乙心底一叹，慢慢地沉去了池底。龙躯盘在角落中，安安静静的修行。不能入水，入水就会做噩梦，梦到我被当食材处置。了解的越多，敖乙就越明白洪荒的水有多深多可怕。龙凤大劫，
拼掉的不只是龙族的气运，还有龙族真正的高手。而今天地间圣人当道，龙族只能退避四海，人族和道门才是天地间的主角。自己此前的一些想法确实是有些幼稚，反向羞辱是无用的，再多巴掌也打不醒装醉的醉龙。但想要让龙族再次兴盛，确实只有让龙族子弟拜入圣人门庭这一条路径。我敖乙又该做些什么？其实他在前几年就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扬名。只要自己能够以龙宫太子外加截教弟子的身份，在五洲四海扬名，自己就可以反过来影响族人的想法，慢慢让族人放低身段。这才是扭转族运的机会，也是他能做到之事。正修行中，敖乙忽听池边有2个路过的道人交谈。这次去东周，几个仙门论道，按这些仙门的陋俗旧例，说不定又让些年轻的弟子比试。我哪里有什么年轻弟子？池底的敖乙精神一振，龙尾一摆，龙躯在迅速缩小的同时，已经冲出了水池。苍龙出水，青鳞耀光。那2名天仙境的炼气士扭头看来，却见青龙化作了一名翩翩少年，在空中缓缓落下，对着他们做了个道揖。2位道友，我倒是想去见识一番。我修行日短，倒也算咱们截教年轻弟子。没办法，他是乌云大仙的弟子，金鳌岛炼气士太多了，他经常搞不明白辈分。而这个如同13、14岁一般的少年身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自从被那老道算计一次之后，在人形状态的时候，这身体就不长了。2名截教天仙对视一眼，连忙称善。齐元师侄，何时外出啊？又是风和日暖，齐元老道身着长袍，端着拂尘，自小琼峰飘到山门处。听守山仙人有此一问，齐元老道行礼后答曰：外出走走，无甚大事，最近心底总是有些不宁。善。守门的老真仙并未多问，慈眉善目的一笑，就让开了山门，让齐元驾云飘去了山外天空。引兵解捉仙之事，齐元此时在山门中也是有些名气，只不过这个名声有时并不怎么好听，偶尔也会有人拿此来奚落说笑。李长寿炼制完这批丹药，又等了4个月，师傅才结束这次闭关外出溜达。他跟师傅商量了一番，这次让师傅在外面多待几日，给指道人更多的操作时间。而后李长寿又反复叮嘱，让师傅不要离开山门太远。为了让师傅能够隐匿行迹，李长寿将归西平气诀的第2版献给了师傅，免得师傅在等待他回来的期间被人给盯上算计。李长寿本体也在山门内，万一师傅这边有事，自能生感应赶来救援，让师傅和小师妹在他这里有同等级的知情权限，算是李长寿此前就决定了的。齐元放好盒子，悄然而走。指道人再次现身，明显要臃肿了一些，肩上的挎包也改成了双肩背包。这一次李长寿化作一名老道的模样，并决定今后就这般老道形象，做卖丹药之事。拾起土遁，指道人迅速赶往临海镇。半日之后，李长寿朝着东面逛了半圈，把自己的行动路线从感叹号硬生生地掰成了问号。最后他从西面一片无人的林子中钻了出来，驾云背剑飘向了前方那宏伟的防阵。背上的剑、剑柄、剑鞘都换了样式和颜色，剑鞘上新增了隔绝仙石探查的禁制，当然核心功能是不会变的。这看似是剑，实际上呢
还是迷毒药剂混合催散法器，可以达到无形之中散出无色毒粉，神不知鬼不觉地送毒入敌人元神肺腑，进而提升毒杀真心的把握。这种东西外面自然是寻不到的，与罗天宝伞一样，属于李长寿自研法宝。而这一次李长寿还准备了第二个类似的法器，那是一把笛子，吹奏起来可以在孔洞中放毒，就是有一个隐患，吸气换气的时候要注意了，不然容易抽进去。防阵有4处可以进出此地大阵的大门，像是俗世大城的城门一般，只不过这里是大阵留下的出入口，而非是城墙。负责维持此地安稳的是东胜神州大仙宗临海剑派，按洪荒的规矩，派人在大阵门前收纳入门财。这个费用呢，可以是灵石，也可以是宝财灵药，只要有着少许的价值便可。一家这种规模的防阵，其实也能为仙门带来大量的收益，只是平日里要在此地驻扎大量的高手，免得有人生事，非大派不可经营。堕仙门曾经也试过搞一家防阵，但是因为地理位置还有经营不善等等因素，防阵只维持了几千年，就没有了散修常驻光顾，堕仙门还亏了不少。这一点呢，李长寿倒也挺理解的，毕竟门内修无为经，门人喜欢清静无为，有一点精力呢也都放在这个道侣之风上了。心底调侃自家师门2句，李长寿让指道人显露出元仙境后期的修为。夏云等在前面10多道身影后，